我失足跌下选秀舞台，一个古代女子占据了我的身体。她告诉我，她叫林黛玉。为了完成我最后的心愿，她硬着头皮参加了这档国风少女101选秀。本以为只是打个酱油，没想到她直接带我从 F 班杀进了 A 班。后来全网追着她喊妹妹，热搜第一，林妹妹终于走出了那座大观园。我跌下舞台，失去了知觉。这天原本是国风少女101的首期节目录制，做练习生已经4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出镜。公司的本意是让我作为陪衬，用来捧起他们最看好的新人薛如曼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极力争取到了这次机会，只为了让姥姥能够在电视上看我一眼。可谁知表演还未开始，我就一脚踩空，跌落舞台。再醒来时，我的灵魂漂浮在半空，竟看见被送到医院的我在病床上缓缓睁开了双眼。很奇怪，脸分明还是那张脸，气质却与我全然不同。经纪人常说我徒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浑身上下却透着一股乡野的土味。但眼前的我，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，只一抬眸便掩不住那超逸绝尘的灵气。你是谁？我不由问。病床上的那个我似乎更加惊讶，但他很快冷静下来，不动声色地观察了一番周围的环境，才看向我道：我姓林，林黛玉。你又是何人？林黛玉，跟《红楼梦》的主角同名。还别说，他这一句的口吻和神色，当真有几分林妹妹弱柳扶风的气韵。我见他似乎并无恶意，也开口道：我姓戴，叫黛玉，只不过是佩戴的戴。你现在这具身体原本是属于我的。听了这话，林黛玉倒比我想象中镇定许多。她叹了口气，似无奈又似歉意：戴姑娘，我本寿数已尽，入了太虚幻境。幻境称我会在另一个时空与一位姑娘交换机缘，想必你便是我的那份机缘了。等等，太虚幻境，这不也是《红楼梦》中的场景吗？我的头脑一团乱麻。你真的是林黛玉？贾宝玉和薛宝钗你认识吗？林黛玉的眼中浮出一抹黯然。我死后，宝玉同宝姐姐应是李成了，她眼中的悲痛不似作假。我突然想起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气绝身亡，正是宝玉娶宝钗的时候。难道是书中的林黛玉死后魂穿到了我的身体里？我正思索着，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，经纪人大步走了进来。我原本想躲一躲，但他径直穿过了我的魂魄，走到林黛玉面前。黛玉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经纪人问他，全程没有瞟我一眼。看来除了林黛玉，其他人压根看不见我的魂魄。林黛玉冰雪聪明，想必也是猜到了这点，只道好多了。我在他耳边介绍，这是我的经纪人。见他紧蹙眉头，似是不解，我又补充道，用你们那个时代的话来说，我算是个做工的伙计，他就是我的掌柜，我们都在东家手底下干活。林黛玉这才微微颔首，明白了。经纪人见他精神头不错，也松了口气，问道：国风少女的选秀，你还要继续参加吗？我跟节目组沟通过了，虽然首期节目你没有表演，但舞台的升降台出了问题，他们也有责任。如果你想继续参加，节目组会保留你的名额，但只能分到最差的 F 班。林黛玉听得眉头微蹙，谨慎地问：选秀入宫的事，还由得我说去或不去？经纪人愣了愣，你说啥？我心道不妙。在古代，凡是符合标准的官宦之家的女眷，必须要进宫待选。林黛玉想必是将选秀理解成了宫廷选秀女。我连忙向她解释，这个时代的选秀跟你们那时候不一样，这里没有皇帝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。选秀指的是选拔某方面优秀的人，这是个展示自己的好机会啊。林黛玉抿了抿薄唇，陷入思索，生怕他会拒绝。我着急道：姐妹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，同意参加吧。我从台上摔下来，魂魄离体，应该是活不成了。你既然占了我的身体，就行行好，替我完成死前最后一个愿望，可以吗？见黛玉目光松动，我仿佛看到了希望，又悲痛道：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是被我姥姥带大的，这么多年其他人都不看好我，唯有姥姥坚信我有一天会发光发亮。我想让姥姥在节目上看到我的表演，哪怕就一次，让她知道我没有让她失望。这话似乎触动了黛玉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，她天性中有悲悯，即便仍不明白选秀是个什么选法，却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既如此，我便去吧。经纪人打量了一番黛玉，见她目光澄明清澈，的确没有大碍，才开口道：那行，我这就去跟节目组说，你还可以休息3天，3天后就是主题曲 MV 的拍摄。虽然你不一定有镜头，但队形的提前排，所有选手必须到场。黛玉大概不懂 MV 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应了声好。我只是一个不受重视的新人。经纪人没有逗留多久，很快便走了。病房里一时陷入了某种微妙的沉默，他就如同初入大观园时那样，处处留心，细细观察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。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，我现在有点相信你是从古代来的林妹妹了。或许你需要先了解现在究竟是个怎样的时代。之后3天，我大致向林黛玉介绍了现代的情况，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，还告诉她微博和微信的用法。
她不愧是《红楼梦》中的才女学霸，即便隔着时代的鸿沟，也能一点就通。甚至还在微博上自行搜索了国风少女101的视频。之前录制的第1期节目已经播出，黛玉看了片段，顿时大惊失色。你说的选秀，便是这个意思。这与戏子有何异？不怕被人看扁了去？我无奈扶额，便知道这天迟早会来。记得《红楼梦》里，史湘云说黛玉像戏子时，宝玉在一旁乱使眼色，还惹得黛玉恼了。那时候戏子是最下层、最卑贱的职业之一，黛玉一个出身高贵的官家小姐，要是让她去当戏子，怕是比让她死更难受。我只得耐心解释，林妹妹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戏子不叫戏子，叫明星，意思就是明亮的星星。他们不光不卑贱，还受到很多人的追捧。黛玉仍是难以接受，一双卷烟眉萦绕着愁绪。黛姑娘，我既是答应了你，自然不会反悔。但最初你只说让姥姥在节目上见你一次，便可了却心愿。可这选秀竟持续2月有余，实在是太久了些。黛玉言而有信，我的一颗心落回了胸腔，安抚她道：你放心，第1次公演以后，一半的人都会被淘汰。我只是公司送去衬托别人的牺牲品，铁定是一轮游，至多10天就结束。10日，黛玉轻声喃喃，看得出她仍对戏子的身份心存芥蒂，但10日的时长总归让她稍微好受些。她想了想，问我，若是10日之后没有被淘汰，又该如何？我大手一挥，相当自信，不可能。公司把钱权砸在了另一个新人身上，没有资本捧，我肯定排名垫底。林妹妹，你就安心表演，替我露个脸就行，最后铁定能被淘汰。黛玉听了我的话，也是松了口气。那咱们便说好了，10日为期。期限一到，我说什么也不再做戏子了。我得了他的承诺，立马点头如捣蒜，没问题。凭公司对我的安排，淘汰指日可待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我跟着黛玉前往主题曲 MV 的录制现场。这档选秀是首个以国风为主题的女团选秀。MV 的录制地点居然大手笔地选在了故宫。黛玉同另外100个女孩扮上妆容，身着汉服，在节目组的带领下进入故宫。如今的皇宫竟是平民百姓能随意进的。黛玉看着朱墙黄瓦下川流不息的人潮，感慨万分。我在她身边充当解说，我们这儿人人平等，不分平民和皇室，只要买门票就能参观。黛玉垂下眼睫，眸中似有万千情绪流转，轻声道：没想到头一回进宫，竟是在另一个时代。以这般方式，她今日身着一件白底绿峨眉披风，再搭配浅紫色绣折枝梅花上襦，更显得清新脱俗，风流婉转，与巍峨恢宏的故宫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再加上那哀婉动人的眼神，很快吸引了 MV 导演的注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班的？导演特意走过来问。我叫黛玉 ，F 班的。黛玉按之前商量好的答道。听到了 F 班，导演方才期待的眼神顿时暗了暗。MV 的镜头分配也是有讲究的。在第1期节目中，被评为 A 班的12位女孩有更多的镜头，还有单独的唱词。等级越往后，拿到唱词的概率越小。F 班的如果能露个脸，便是幸运了。我心情失落，唱词已经分配完了，都给了 A、B、C 班，队列也是按等级排的 ，F 班只能站在最后。哎，我怕是没有机会露脸了。黛玉听我叹息，却是宽慰我道：示弱求全何所乐？就我说，处于末梢，退无可退，或许也是种机缘。我微微一怔，这话从父母双亡、寄人篱下的黛玉口中说出来，不免让人失神。如今网络上流行一种林黛玉式发疯文学，网友们争相模仿她阴阳怪气的对人语录。这样的模仿多了，竟让我忘记黛玉原本是个多纯粹通透的人。她对身边的人和事有着清醒的认知和共情力，在看似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的贾府，她能对每个人的苦痛感同身受，这是她的敏锐之处，也是她的悲悯之心。和黛玉相处了好几天，我这才对她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。更没想到，她话音落下没多久，那机缘便来了。你们当中有没有毛笔字写得好的？ MV 需要拍一段国风少女写诗的画面，还没定人。导演问在场的女孩们：我来吧，我写的还不错。A 班的薛如曼头一个站出来，她跟我同属一家经纪公司，也是公司力捧的对象。我紧张地看着黛玉，古人写毛笔字，应该得心应手吧？黛玉会意，从人群中袅袅婷婷走出，出声道：我可以一试。她这一出声，立刻引来无数侧目。参选的女孩们小声嘀咕：这是谁呀？气质真好，上次录节目怎么没见过？ F 班的还没上场就摔下舞台了。啊，原来是她呀！听说本来就是个打酱油的。薛如曼可是上位圈选手，她居然也有胆子来争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看她身上有种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味道，说不定写字真的很漂亮。导演看了薛如曼，又看了看黛玉，吩咐助理将笔墨纸拿过来。时间有限，便省去了磨墨的环节，让两人写几个字瞧瞧。我飘在一旁看热闹。还别说，薛如曼的字写的的确不错，那字体方方正正，类似衡水体一般稳重规整。黛玉的字则多了几分风骨，风格俊秀多姿，灵气四溢。
导演一看，心中便有了人选。如曼 ，MV 里已经安排了一段你的古典舞，写诗这段就让黛玉上吧。薛如曼一怔，神情颇有几分不服。他是见过我写字的，歪歪扭扭，跟狗爬一样。眼下听导演这么说，不由过来看黛玉的书法，只一眼，神情便从不服转为了惊讶。黛玉，你的毛笔字和硬笔字差别也太大了吧？薛如曼皱着眉头道。黛玉却只低低一笑，并不解释。有了这么个小插曲，黛玉成功帮我争取到了单人镜头，这在 F 班是独一份的。导演似乎对黛玉格外偏爱，从各个角度拍了又拍，只怕没能拍出她身上那股独特的气韵。到收工时，他对黛玉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会火的，一定会的。娱乐圈里美人很多，但你这样的气质却是独一份的。”黛玉只是淡然处之，笑着说：“谢谢导演，我知道他对娱乐圈还是心存抵触，只想着10天后跑路。然而无心摘柳柳成荫这句话当真不假。”主题曲 MV 发布那天，网上的讨论爆了。101名国风少女身穿汉服，在故宫朱墙黄瓦的映衬下静态极颜。A 班的12位女孩大都自带粉丝，又有单独的唱词和表演，自然收获了一堆弹幕的追捧。尤其是薛如曼，她身段一流，轻步慢舞，在 MV 中的独舞大放异彩，颇有几分汉宫飞燕就风流的味道。到 MV 的后半程，却有一个全新的面孔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，那是黛玉写诗的片段。夕阳西下，瑰丽的霞光映照在故宫的琉璃瓦上，而在那重重朱门、深深庭院之内，清新脱俗的少女执笔挥墨，笔下的每个字都似沾上了历史的光辉。那眉目，那举止，即便未曾开口，也自有一段风流态度。弹幕霎时沸腾了，1分钟以内，我要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。这是什么神仙妹妹？她好像在发光啊！怎么出舞台没见过她？我不管，我要 pick 这个妹妹 ，pick， 必须 pick 得死死的。我看着这热闹的弹幕，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怅惘。我终于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但观众喜爱的却偏偏不是我自己。而黛玉则是新奇又动容地翻看着网友的评论。纵然她才华横溢，得到过众多褒奖，也从未见过这种阵仗。大概到这时，她才相信了我的话：这个时代，戏子是明星，地位不再卑贱。她会因此改变观念吗？我们2人心思各异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。我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，是我姥姥的电话。我下意识想拿过手机，但半透明的手指却径直穿过了屏幕。无能为力的悲伤瞬间占据了我的心神，差点忘了我已经变成魂魄，再也无法和姥姥说话。黛玉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待我拿起手机，你说我转达可好？我酸着鼻子点了点头。黛玉按了接听，姥姥焦急的声音立刻传了出来：玉儿啊，我看网上说你摔下了舞台，怎么回事？伤着没啊？我让黛玉转达：姥姥没事的，我这不是好好跟你说着话吗？姥姥还是不放心，要是身体撑不住，就别录节目了。我家玉儿这么棒，今后肯定有的是机会。姥姥对我总有一种盲目的自信，事实上，要不是我极力争取，连上这档节目打酱油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忙让黛玉安抚道：姥姥，我真的没事。你看到网上的主题曲视频了吗？提到这个，姥姥的声音才带了一丝笑意。看到了，你教我用的那个微博，我每天都搜索你的名字里。我家玉儿真好看，字也是下苦功练的吧？提到那一首根本不属于我的字，我的喉咙像是被哽住了。黛玉见我顿了半晌不吭声，柔声对姥姥道：姥姥，您看我在视频里气色还不错吧？我好着呢。您总说我有一天会发光，还没让您瞧见，我怎么能退呢？他所说的竟正是我所想要表达的。电话那头，姥姥总算是放下了心，玉儿想做，那就安心去做。姥姥会守着电视给你加油的。我的眼眶不由红了。姥姥总是这样，无条件支持我的一切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我和姥姥就相依为命。人活在世上，总得有点盼头。我知道姥姥的盼头就是我。要是她知道真正的我已经死去，要如何才能支撑下去？林妹妹电话挂断后，我如啮着，想请林妹妹今后多陪陪我姥姥。不料我还没开口，却见她眼中泪光点点，一是动容的模样。黛姑娘，你放心，我既占了你的身体重生，你的姥姥便如我至亲。节目镜头我也会尽力争取，定会让你姥姥看见。黛玉似乎总能洞察我心中所想，这般聪颖过人，怪不得曹公说她是心较比干多一窍。谢谢，我诚恳地说。黛玉却是不介意地摇了摇头，眉目含情，动容道：你的姥姥跟我家的老太太很有几分相似，只是她虽疼我，却终究护不住我。也不知我走以后，她过得如何。提及过往，黛玉眼中水气氤氲，眼看就要落下泪来。恰在这时，薛如曼经过此处，催促道：黛玉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马上就要小组排练了。黛玉欠纤细，只是了泪，却也未矫情，应声道：这便来了。主题曲 MV 拍摄结束后，选手们便投入到第一次公演的准备中。这次公演由 A 班的12位选手作为组长，带领其他选手分组进行对决。节目表演被赋予了6个可以诠释国风的主题，分别为去、
雅、狂、达、真、痴。每个主题由2组选手分别演绎，胜利的一组成员可以获得加票，由最终投票结果决定去留。黛玉通过抽签分到了薛如曼的小组，薛如曼作为组长选了雅这一主题。怎样的节目才算是雅呢？小组9人聚在排练室里商量着表演形式。薛如曼提议，咱们既然是国风少女，节目中必然要有体现传统文化的部分，但如果全是传统又不够吸睛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一首旋律雅致的流行音乐作为曲子，再自己往里填上带古韵的词。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众人的认同。不错不错，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，有看点。薛如曼是个做事周全的人，她提前准备了2首曲子，一一播放，让大家选择。敲定了其中一首后，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词谁来写？众人跃跃欲试，又心有顾忌。如果名字能出现在作词人一栏，对人气可能有加成作用。可古韵的词不是谁都能写，这些身处时尚潮流中的少女们不敢轻易应下。薛如曼一个个扫视过去，见组员们踌躇不前，正准备将此事接下，却见黛玉恰好收了笔，抬眸道：“我刚写了一首词，诸位看看能不能用得上？”薛如曼不由惊讶：“这么快？你什么时候写的？”黛玉道：“便是方才播放曲子时有感而发，全员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反应速度之快，实在让人震惊。”有人便提出质疑：“我们的主题是雅，字词都要斟酌，你写得这么快，该不会是什么口水话吧？”薛如曼也不愿错过成为作词人的机会，斡旋道：“作词的事不着急，我们今晚可以各自回去写写，明天再请导师帮忙看看，要是各自有好的句子，还可以拼在一起，不要为了图快不顾质量，话里话外看似公正，实则暗讽黛玉只有速度没有品质。然而黛玉看似柔弱，却从来不是好欺负的。”他冷笑道：“我竟不知晓，各位妹妹都是长着千里眼的，看也不看，便知我写的比不上了。”一句话呛得众人一声不言。薛如曼哽了哽，才开口劝道：“黛玉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让更多选手参与进来。”黛玉笑道：“组长要是这般态度，倒不如直接不理我的好，又何必假惺惺问谁作词，再出言嘲讽呢？倒显得我无理取闹了些。”薛如曼没想到黛玉的言辞如此犀利，一时愣在原地。我在旁边看着，不由拍手叫好。记得《红楼梦》里，黛玉偶尔也会显露出这样的一面。有个桥段我印象极深，周瑞家的送宫花时，先给其他姑娘送完了，才将最后剩下的2支给了黛玉。那时候黛玉也是如此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。”她入了贾府后，虽是谨慎小心，却不乏自己的锋芒与个性，因此常被人视作目下无尘，爱使小性子。殊不知黛玉寄人篱下，若是一味的好性子，只知唯唯诺诺，难保不被人欺负。该甩脸时甩脸，让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知道他不可冒犯，下回才知道收敛。人活到一定阶段，就会明白犀利也有犀利的好处，省心省力，一本万利。就如同眼下，纵然局面陷入尴尬，黛玉却不急不躁，反是薛如曼坐立不安。她张了张嘴，正准备开口时，却有一人推门进来，竟是本次节目的国风召集人兼导师季兰。一看到她，我就激动了，迫不及待向黛玉介绍，季兰是现在圈内最具号召力的女演员，曾经因为扮演一位古代花魁获得影后。她对古筝、茶道这些传统技艺研究很深，既有美貌又有才华。就是因为她成了这档节目的国风召集人，才让节目一开始就备受关注。黛玉点点头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季兰，而季兰敏锐地觉察到屋内氛围不对，笑着抛出话题：“怎么样，表演的曲目定下了吗？”薛如曼很快应声道：“曲子已经定了，我们准备晚上回去各自填词，明天再碰。”季兰姐，刚刚正想问你呢，你明天有时间帮我们定一下歌词吗？没问题。季兰微微一笑，目光流转，旋即停留在黛玉身上。她的气质似乎和这里的其他人不太一样。季兰好奇问黛玉：“你手上的纸上写的是什么？我看着像歌词，方便看看吗？”此话一出，其他人立刻神情紧凝，担心黛玉会向季兰告状。黛玉却丝毫没提方才其他人的针对，只大大方方将纸递给季兰，是方才听了曲子现写的词。季兰接过纸，先是赞了一句字真漂亮，待看了2句词，便定住不动了。只见他眼中浮出惊艳之色，等全部读完，不由赞叹道：“这词写得风流别致，灵气四溢。只听一首曲子的时间，便能写出这样的句子。黛玉，你很有才华。”季兰是娱乐圈里出了名的才女，不光精通古筝茶道，还有极高的文学素养。她这番话一出，无疑让刚才讽刺黛玉的人更加尴尬了。薛如曼倒是个识大举的，见季兰对黛玉的词赞不绝口，便笑着改口道：“可以给我们也看看吗？要是大家都通过，也省得今晚回去再想了。”黛玉点点头，季兰便将歌词递给薛如曼。其他组员围着黛玉写的词嘀嘀咕咕讨论了一番，神色竟也都平缓柔和了起来，甚至带了几分动容。
最后，薛如曼站起身，代表其他人向黛玉致歉。黛玉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只看你写得快，就以为内容不过关，是我浅薄了。你写的词，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好。你愿意将这份歌词用在我们第一次公演的节目里吗？他语气真诚，面带踌躇。无论这份真诚是不是伪装，但薛如曼显然是个识大局的人，知道以其他人的水平，短时间内很难写出超越黛玉的词作。从小组的整体利益出发，必然是用黛玉的词能获益最大化。黛玉也没有深究方才的事，只淡淡笑了笑，应道：自然是愿意的。她虽然时有锋芒，但并不是个记仇的人。《红楼梦》里很多人都说过黛玉的坏话，怜惜人都在背后说黛玉小心眼，但黛玉却从未在背后说过任何人的坏话。我们都听过一句俗语：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无人说。黛玉就从不在背后说人，嚼舌头。很多人只揪着黛玉耍小性的一面说她不懂事，可实际上黛玉却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的真性情之人。薛如曼见黛玉大度，总算放下了心，展开笑容道：既然曲和词都定了，我们就可以往下排练了。季兰姐，你看可以吗？季兰笑着点点头，对他们的效率很是满意。不过现在还缺一个节目名字。黛玉，词既然是你写的，要不然你来取个名吧。黛玉垂下眼睫，只思索了片刻，便开口道：不如便叫《冷月葬花魂》。下面有请薛如曼小组带来表演《冷月葬花魂》。随着主持人报幕的声音落下，琉璃荧光屏上浮出投影，只见天上一轮皓月，池中一道月影，上下争辉。晚风一过，波光粼粼，伴随着那荡漾的水纹，悠悠的古琴声响起。黛玉身着一件月白圆领长袍，配上天蓝腰带、雪青小衣，如同冷月下的仙子，正轻轻拨动琴弦。琴声婉然动听，伴着琉璃瓶中的碧波月影，更衬出黛玉绝艳凄楚的美。而后，薛如曼领着其他组员在琴声中起舞吟歌，裙裾飘飞，歌声清亮。水袖甩开时，似有无数花瓣飘飘荡荡凌空而落，而歌曲也在此时达到凄美的高潮。观众都看得吃了，听得吃了。待节目表演结束，现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导师席上的季兰也被牵动了情绪，府长叹道：真的非常好，你们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，完全配得上主题那个雅字。其他导师也纷纷致以赞许。待夸奖的话说得差不多了，季兰又开口道：而且我注意到你们这首歌是组员黛玉自己填的词。黛玉，你能说说填词时你是怎么想的吗？我没想到季兰竟会单独提问黛玉。黛玉从未单独在摄像头下发过言，这既是机会，也是考验。我不由替她紧张起来，却见黛玉毫不犹疑接了话筒答道：我只觉得落花应是有生命的，怕它流落到肮脏的地方被玷污了。世上一花一木都应被细致周到的对待，哪怕花期短暂，它也曾绽放过，存在过。便如那些落花般的女子，这一生可能短暂，但绝不贫乏。她答得如此流畅自然，言语间都是对世间万物的悲悯。季兰感慨万千地看着黛玉，一脸后生可畏的赞许之情。黛玉，你真的是个充满灵气的女孩。刚才听你演奏古琴，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。如果不是对世间万物饱含深情，是奏不出这样动人的琴声的。他看向身旁的其他导师，提议道：出舞台时，黛玉出了意外没表演，被分到了 F 班。但今天看了她的表现，我认为让她升到 A 班，当之无愧。其他导师认为呢？有导师提出异议：我们这毕竟是个选秀节目，刚才黛玉只演奏了古琴，没有展现歌舞方面的才艺，这样就评到 A 班，是不是片面了些？这样吧，黛玉，你给我们展示一下歌舞方面的才能吧。这话问的黛玉一怔，只能诚实答道：歌舞，我的确是不擅长的。排演节目时，黛玉在歌舞上总是迈不过心里那道坎。她一个官家小姐，平日里学的是琴棋书画，何曾涉猎过这些？但即便是这样，季兰依然坚持道：国风少女最重要的不是歌舞，而是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凭黛玉的琴技和才华，我认为完全够格。歌舞方面的不足可以通过练习提升，但她的灵气和才气却是再多练习也取代不了的。季兰当真是惜才之人，对黛玉有种近乎执着的偏爱。在她的据理力争下，黛玉最终从 F 班跳入了 A 班。这种逆天改命的剧本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。我承认她确实有气质，但从 F 班直接跳到 A 班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刚发现她不就是故宫写诗的仙女妹妹吗？我真有眼光，早早 pick 了一个宝藏女孩。不会歌舞确实是个短板，但不得不说，黛玉弹着琴出场的那一刻，我是真陷进去了。作为一名古琴演奏家，有一说一，她弹的是真专业，不是花里胡哨糊弄人的。我已经把《冷月葬花魂》的歌词抄了10遍，写得太美，太有意境了。凭着歌词，我也要无脑支持黛玉姐姐。我飘在黛玉身后看网上的评论，还好，大多数都是夸赞。这期节目播出后，黛玉人气飙升，一跃成为国风少女101讨论度最高的选手之一。
然而，这跟我们最开始说好的10天淘汰差了10万8千里。我搓搓手，心虚的开口：“林妹妹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不光没被淘汰，还进了 A 班。”我忐忑不安的开口，却见黛玉一动不动地盯着手机，眉间紧蹙。我更心虚了，弱弱道：“虽然我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实现梦想，但毕竟之前说好了10天，你要是实在想走，我也不拦你。”黛玉却像是没听见我的话，迷迷痴痴地翻着手机。我心下不安，凑过去看。发现让黛玉魂不守舍的，竟是一条微博。有没有人觉得黛玉很像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？之前看她故宫拍的那段 MV， 我就觉得有林黛玉的味道。今天再看她弹琴和说话的样子，更觉得像了。难道黛玉是林妹妹的转世？下面的评论也是讨论激烈。林黛玉是书里的人物，根本就不是现实中的，怎么可能有转世？书里的人物又怎么了？在我心中，黛玉、宝玉、宝钗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，都是封建时代下的牺牲品。博主真是说出了我心里话。我看节目的时候就在想，如果林妹妹穿越到现代，大概就是黛玉这个样子了。2湾似蹙飞，蹙卷烟眉；一双似气飞，气寒露目。说的不就是她吗？会不会是她在刻意模仿林妹妹？冷月葬花魂这个节目名是蹭的林妹妹的诗，具体歌词虽然是原创，但也很像林妹妹的风格。我看得心惊胆战。黛玉虽然清楚自己来自另一个时代，却一直不知道她只是别人笔下的书中人。记得她刚穿来时，我曾问她认不认识贾宝玉和薛宝钗。他当时还沉浸在悲伤中，后来反应过来，也曾问我为什么会知道那2人的名字。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，他其实是一本小说中的人物，便顺口胡诌，说是太虚幻境告诉我的。没想到这么快就露馅了。黛姑娘，你也是看过《红楼梦》的，对吗？黛玉面色苍白，拿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，眼睛也直直的，看上去有些恍惚。我咬了咬唇，到这份上，只得老实交代。对，《红楼梦》是名著，我们这里的人就算没看过，也都知道你的名字。黛玉灿然一笑，不成想我所经历的一切，竟只是别人笔下安排好的故事，真讽刺啊！我手足无措地飘来飘去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。却见黛玉突然起身，脚步虚浮地向外走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连忙跟上去。黛玉随口应道：去看看我的一生。她来到了附近的一家书店，在名著专区，她找到了《红楼梦》，沉甸甸的2册书，记载了她如落花般短暂而惊艳的一生。黛玉头一次以观众的视角看自己的故事。他时而轻笑，时而抹泪，那表情掺杂着甜苦酸咸，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。我默默蹲在一旁陪他，不知不觉便从白天到了深夜。待最后一页读完，黛玉眼倦长叹：原是如此，原是如此啊！她闭上眼，像是在消化她作为书中人的一生。我惊心胆战，生怕黛玉受了打击想不开，小心翼翼地问：林妹妹，你还好吗？她睁开眼，眸中却似多了几分不一样的东西。我原以为大观园的日子才是真实的，这个时代只是太虚幻境给我的一场梦，可如今看来，孰真孰幻，并不如我所想。他轻叹一声，望向窗外夜空的近处，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一世，况又有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8个字紧相连数，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，人非物幻，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我隐约记得这是《红楼梦》里的一句话，却不解其意。林妹妹，能说点我能听懂的吗？这急需熬牙的词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下接。黛玉笑了笑，她焦楚的面容被泛黄的灯渲染出清愁，有一种不动声色的了悟的慈悲。黛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上一世我活着，原是为了报答宝玉的灌溉之恩，要将毕生的泪水偿还。木石缘断，金玉方成。我死前知道与宝玉的缘分已断，便焚了诗稿，了却前缘。该放就得放，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。如今知晓过往的一切只是书中命数，我也应放下前尘往事，不再执着于被笔者操控的人生。这话我总算是听懂了。上一世黛玉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宝玉，觉悟了却困在感情里的黛玉是痛苦的。不过黛玉是性情中人，为情而来才算是真正的活过。在她了结了与宝玉的前缘后，才能重新开始属于自己的人生。我欣慰道：对啊，林妹妹，虽然你是书中的人物，可是现在你不是正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时代，经历这里的一切吗？你有自己的思想人格，又摆脱了作者给你的悲剧命运，不是正好可以做你真正想做的事了吗？黛玉轻轻颔首，过去虽是笔者给我的命运，但也十分重要，为的便是从心底放下过去，带着这份领悟活在当下。之前我拘泥于过去，总是对这个时代的一切束手束脚，如今我也该放下成见，放开手脚去做了。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，惊喜道：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忽略10天的期限，继续参加选秀了？黛玉点了点头，继续参加节目，这既是为了你的心愿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她笑起来，那笑容中似带着云开雾散之意，释然道：我不喜欢平庸，虽然我如今说不上如何才算不平庸，但人的一生如同过眼云烟，
昙花一现，如果这短暂的人生能留下点闪光的东西，不是比默默无闻自生自灭好得多吗？一番话说的我一时感慨万千。我的魂魄吁吁握住黛玉的手，虽无法触碰，却好像有一股力量在我们之间传递。林妹妹，那么就请你替我活出不平庸的一生吧。第二场公演即将拉开帷幕。经过第一轮淘汰后，101位少女只剩下55位。黛玉晋级 A 班后，也成了小组的组长，需要带领组员完成第二场公演。不过这一次是由选手们自由选择组长，12位 A 班的选手站在舞台前方，其他选手想加入谁的队伍，就站在谁身后。3分钟后，其他组长的身后都满员，唯有黛玉身后只有寥寥2人。对此我并不意外。林妹妹，你别难过。比赛的赛制是团体作战，大多数人都想找唱跳能力强的组长，其他人没选你，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为了晋级考虑。我安抚黛玉道。黛玉小嘴一抿，小声对我说，我才不在乎无关的人喜不喜欢我，况且不是还有2位妹妹选了我吗？有什么可难过的？她能这样想，自然最好。选黛玉的这2人都是第一次公演中和黛玉有过合作的女孩，她们知晓黛玉率性真诚，不会刻意抢风头，再加上她们的名次都是吊车尾，要是跟了别的组长，很有可能被踢出，这才选择了黛玉。又过了好一会儿，等其他组踢掉了多余的人选，才勉勉强强让黛玉这组凑够了4人。这阵容实在是所有小组里看上去最弱的。再然后是选择竞演曲目，逍遥游、枉凝眉、归去来、天行健等12个曲目，已经由声乐和舞蹈老师排好了样本表演，选手们只需根据自己的情况稍作修改，便可演绎。国风召集人季兰对竞演规则做了详细的介绍，忽而话锋一转，笑道：“我知道，大家都想选到自己心仪的曲目。为了增加咱们节目的趣味性和公平性，本次选曲的顺序，我们将通过诗词接龙来决定。”此话一出，选手们顿时议论纷纷。诗词接龙怎么接？有人问。季兰解释道：“我起一句诗，各组组长轮流用诗的最后一个字，连上一句新诗，以此往复。如果背不出，选择曲目的顺序就要往后靠。留到最后的组长可以第一个选择曲目。”我心中大喜，背诗，这自然难不倒黛玉。果然，几轮 PK 下来，黛玉都是出口成诗。要不是其他11位组长纷纷败下阵来，我怀疑让他再说个1天1夜也没问题。方才还备受冷落的黛玉小组，转眼成了全场的焦点。黛玉太厉害了，怪不得上期节目的歌词写得那么好，原来是底蕴在那里。好羡慕黛玉的组员啊，可以选择最想跳的曲目。我感觉自己走错了片场，这里确定不是中国诗词大会。现场的选手们小声议论着，眼中都是钦佩之情。可以想见，等到节目播出后，这一段必定会为黛玉疯狂吸粉。黛玉，你留到了最后，可以第一个选择曲目。季兰拿着话筒说。黛玉转头询问其他3位组员的意见。他们小组4个人的唱跳都不拔尖，选择难度最小、适合古琴演奏的枉凝眉无疑最稳妥。不过，其中有2个女孩在出舞台时表演了剑舞，非常精彩，而逍遥游正好融入了剑舞元素。只可惜，黛玉和另一个姑娘对剑舞一窍不通，尤其是黛玉，她上一世身体不好，再加上时代观念的束缚，从未尝试过用剑和跳舞。3位组员让黛玉最后定夺。黛玉走到曲目牌前，手指在枉凝眉和逍遥游之间游移。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枉凝眉的牌子时，却像是灵光一闪，陡然转向，摘下了逍遥游的牌子。这个选择出乎了大多数人的预料。近处的薛如曼好心提醒黛玉，逍遥游的难度很高，剑舞不是短时间内能练好的。枉凝眉更适合古琴演奏，你会表现得更出彩。黛玉却自有打算，最为简单的路未必却是捷径。我想按着自己的意愿，试试从前没尝试过的，选择落定，便不悔。听了黛玉的答话，季兰面露欣慰。他一手将黛玉从 F 班提携至 A 班，如今看到她的选曲，更是鼎力支持。黛玉，之前看你一直是娇花若柳的诗人气质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看到你飒爽的剑舞。身为古琴仙女，却选择剑舞，这样的反差感直接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。节目导演特意叮嘱摄像多拍摄黛玉小组的排练片段。最初被冷落的一组，如今竟成了节目的香饽饽。可是剑舞咱俩完全没基础，怎么办呢？另外一位不会剑舞的女孩皱着眉头问黛玉。黛玉已是想得清楚，咱们唱跳没什么优势，便可用情境来补足。节目要好看，技艺高是一种方式，还有一种便是融情入景。那位组员眨眨眼睛问，怎么个融法？黛玉轻浅一笑，我有一位好友曾说过，他但凡是个男人，必会立一番事业。可见女子总有太多世俗束缚。若是在古代，闺阁女子更是不许耍刀弄剑，除非那女子是个女将军。那位组员听出味儿来了，你的意思是让组里2位会剑舞的扮演女将军，而我们2个不会的扮演闺阁女子？黛玉点点头，
正是如此，他细细向组员们讲述了他的想法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这之后便是日夜兼程的紧张排练。初射箭舞，黛玉展现了惊人的聪慧与恒心，动作她是一看就能记住的，但真正运用起来还是不够协调。她便日练夜夜练，得了空遍探究那一招一式。真奇怪，从前若是做这些动作，我早就累得不行，如今却不怎么累，反而觉得神清气爽。黛玉的眼睛亮晶晶的，惊喜地感受着运动后汗水流下的畅快，这是前世体弱多病的她从未有过的感受。那是当然，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，没少干农活，身体好着呢，我笑眯眯地陪在一旁，看到她的进步，就像是自己进步了一样高兴。林妹妹原本就该如此健康，如今网上流行一种病态美，甚至很多人喜欢黛玉，喜欢的是她作为病西施的柔弱美。但在我看来，她本就是《红楼梦》里最健康的人。这里的健康不是指身体的健康，而是心灵的健康，是天性释然，是追求平等、自由和爱的力量和勇气。无论外界如何动荡，她的天性都在恣意地生长着。这样的黛玉，即便是没有病西施的娇弱，照样美得动人心魄。而这份美呈现在舞台上，足以打动所有人。第二次公演拉开帷幕，舞台的琉璃荧光屏上投影出了悠悠深闺。闺阁中有一对姐妹，坐于古琴前的是黛玉，玉手轻拨琴弦，另一名站在她身边，歌喉婉转。她们弹的唱的都是深闺女子的不甘与宏愿，徒有满腔抱负，却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，即将依照父母之命嫁与从未见过的男人。姐妹俩不甘心，相约出逃。路遇悍匪时，被两位女将军所救。两位女将军的剑法精湛，像一条银龙般自在穿梭。片片秋风随剑舞起，带起衣袂翩跹，时而轻若游云，时而骤如闪电。闺阁中的姐妹这时才知，原来女子也能这样活着。两位女将军教她们舞剑，带她们见识更宽广的天地。正值国运飘摇，战事吃紧，她们虽是闺中女子，却是胸有丘壑，遂熟读兵法，成为军师，手中的剑艺也愈发纯熟。最后一幕，4名飒爽女子于烽火硝烟中共同舞剑。曾经闺阁女子眼中的幽怨，已经被坚毅和英气所替代。所谓逍遥游，并非是毫无拘束的自由，而是内心深处的释然和开阔。一曲演尽，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看着黛玉，细细的汗珠从她额上渗出，像被朝露润湿了一般，有种健康的、晶莹的美。在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黛玉选择逍遥游的原因。黛玉和探春是至交好友，探春曾说，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。探春不甘于在闺阁中做一个千金小姐，而自幼充作男儿教养的黛玉，异常有怀才不遇之感。若是男儿，他们在那个时代必定能有一番作为。黛玉大概是想借这个机会了却她和探春曾经的遗憾，也了却无数封建时代被束缚女子的遗憾。她做到了。季兰看得眼中含泪，在导师席上拍红了手掌，真好啊！既有女子之间互相扶持的情谊，又有巾帼英雄坚强不屈的气概。老实说，刚开始黛玉选择了逍遥游时，我是有些担心的，因为你们当中的2位组员原本对剑舞一窍不通，但剧情设定很好的帮你们做到了扬长避短。闺阁女子因为初学剑舞，本不用特别精通，初时那份不适应，竟恰好符合了人物特质，减小了你们的排练难度。平心而论，你们的唱跳水平并不是这次公演中最出色的，但带给人的触动却是最深的。这一曲逍遥游，在导师的专业能力打分中，只能算中上，但其中蕴含的丰富感情，却成了观众心中的白月光，位居观众最喜爱节目榜首。黛玉的观众投票排名也一路飙升到第2名，仅次于薛如曼。更多人认识了她，喜欢上她的才情与纯粹。也不乏有网友感叹，她真的好像是书里走出来的林妹妹，如果真正的林妹妹也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就好了。那些网友却不知道，他们的期盼其实已经实现了。姥姥在打电话来时也是喜上眉梢，玉儿，乡里乡亲看到你上电视里，都在羡慕我有个好乖孙。我就一直说嘛，我家玉儿最棒了，谁见了能不喜欢？看到网上那么多人喜欢你，姥姥真替你开心里。我笑着哭着，鼻子酸酸的。我让黛玉帮我转达，姥姥我想你。姥姥说，玉儿，姥姥也想你，等你录完节目回村里，我给你做最爱吃的香辣蟹。我泪崩，哽咽着说好，几乎忘记自己的声音，她根本听不见。黛玉也红了眼圈，帮我将心意转达。我不由庆幸有这份机缘，否则我死后哪里还能听见姥姥的笑声。我知道以黛玉的人品心性，必定会待我姥姥极好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经过第2次公演，55位女孩只剩下了24人，黛玉带领的小组4人最终全部晋级。有了这一先例，第3次公演选组长时，黛玉的身后不再冷清。24人被分为2组，分别由前2名的薛如曼和黛玉作为组长，选择2人的组员恰好持平，正好每组12人。
第3次公演的节目和之前2次不同，没有规定的主题，只要展现国风即可。每组多达12人，单个节目的表演时间加长，其中既要有团体的表演，又要融入每个人的独演片段，这对于节目的编排是极大的考验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既呈现国风，又兼顾团体和个人的表演，还让观众沉浸其中？小组内争议不休。我飘在排练室的上空，看着12位性格各异的少女说着笑着，脑中忽然浮现出大观园里女孩们嬉笑官员、饮酒赋诗的样子。我对黛玉说：“你看，12个人像不像金陵12钗？”黛玉一愣，如水的眼睛望向我，又像是在透过我思考着什么。旁人见了奇怪：“黛玉，你在想什么？”黛玉回过神，片刻后才像是下定了决心般开口：“不如我们排一出《红楼梦》的金陵12钗。”她说到《红楼梦》3个字时，不由放缓了语调，似乎仍是不忍触碰。那是他的来处，也是他的伤处。此话一出，排练室里不复刚才的争执，所有人都站在了赞同的一方。这个想法我支持。12钗是我心里的意难平，比普通的节目更能带动观众的情绪。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好。这次表演的时间长，人又多，得带点剧情才能吊住观众。12钗性格鲜明，有利于我们被人记住。就是这个角色怎么分呢？我想扮演薛宝钗行吗？哈哈，你哪里像薛宝钗呀？嗓门这么大，王熙凤还差不多。那我想认领一下史湘云的角色，有人跟我一样吗？女孩们七嘴八舌，竟很快开始分配起角色。只有一个角色毫无争议，黛玉，你就是从书里走出来的林妹妹，刚好你们的名字也很有缘，一个黛玉，一个黛玉，你来扮演林妹妹，当之无愧。黛玉笑了笑，只应了声好。没想到她到了现代，还得扮演过去的自己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吵吵闹闹间，姑娘们总算分配好各自的角色。排练时间有限，让每个人都通读一遍《红楼梦》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大家便去网上找别人写的人物解读，细细揣摩自己所扮演的角色。黛玉也去找了，看到网上林林总总的各式分析，不由感慨，原来在另一个时空，竟有那么多人心疼着我们。姐姐妹妹们若是知道，心里应当是高兴的。我想到12钗的结局，也跟着叹了口气，要是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该有多好。话音落下，却见黛玉忽然抬眸，她一双眼亮晶晶，闪动着灵气。你说的不错，若是姐姐妹妹们都来到这个时代，便不会再有那些悲剧。黛玉站起身，得了灵感似的，将所有组员召集起来。她提出了一个创新的设想，我们不仅要表演金陵12钗，还要表演他们穿越到现代的生活。凄凉的结局不是他们的错，而是时代的错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每一个女子都值得崭新的、自由的人生。第3次公演，节目组采用了全程直播的方式，同时在舞美上斥了巨资，为观众营造出一场中式美学盛宴。重重幕帐形成了舞台的纵深感，而随着那幕帐缓缓拉开，黛玉小组的12位组员身着明清贵女服饰，款款走出。多愁善感的黛玉，稳重大方的宝钗，泼辣精明的王熙凤，机敏灵巧的贾探春，12钗千姿百态，各有千秋。他们走进大观园，将群芳的风姿毫无保留地呈现，气韵生动，见之忘俗。每个人都以歌舞或乐器的方式表演了他们在《红楼梦》中最让人熟知的片段：黛玉葬花，宝钗戏蝶，凤姐设局，湘云识林，元春省亲，迎春读经，探春结社，惜春苗园，妙玉奉茶，可清春困，巧解避祸，李纨克子。12钗带着观众感受贾府烈火烹油般的热闹与富贵过后冷彻入骨的衰败，鲜活的生命纵情燃烧，最终荣华消尽，群芳离散。大观园内人去楼空，归于一片寂静。音乐的鼓点声却在这时重新响起，背景的古代宅院换成了现代的高楼大厦。12钗再次出现，他们卸下了满头的珠翠，带着微笑向观众的方向跑来。他们脚步轻快，就像是把那个封建的时代狠狠甩在了身后，奔向了盛大的自由。翩翩少女，如同这世间的所有美好。音乐从之前的缠绵哀婉变得灵动而轻盈，来到现代的他们，如同自由袅娜的风，终于得以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他们有独立的人格，有追梦的权利，有不输男子的担当。这是时代带来的变革。云开雾散，丽日中天。12钗终于冲破了封建的枷锁，站在了阳光之下。最后的画面定格在女孩们释然而舒朗的微笑中，那一颦一笑如此灿烂夺目，抚平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。表演结束，现场的观众沉浸其中，久久没有回过神，半晌才爆发出剧烈的掌声。同时爆发的还有直播弹幕的热议，他们卸下满头珠翠向我们跑来的时候，就像是一阵自由的风。我感觉到了，他们在用自由的灵魂拥抱这个世界。多少年了，我终于感受到了对舞台的感动。红楼本是万艳同悲，感谢这个节目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结局的他们。12钗奔跑过来的那一下，莫名泪奔。那个时代的女性太苦了，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，珍惜拥有。而在金陵12钗之中，最受关注的自然是黛玉。
他入景入情，将过往的心绪呈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回网上没人再质疑他是借林黛玉故意炒作，所有人追着他喊妹妹。热搜第一，林妹妹终于走出了那座大观园。话题下的微博也是热闹非凡。圆了我的梦，她本不该孤寂地死在寒冷的夜里。我的林妹妹何该走出大观园，看看这大千世界。林妹妹轻灵洒脱，曾是惊鸿照引来，如今这惊鸿终于照到了我们身边。凭借这一次的演绎，黛玉的人气再度飙升。待所有表演结束后，由季兰公布最后的排名。季兰打开工作人员递来的投票结果，按照名次从后往前一一念出名字，到最后只剩下薛如曼和黛玉的名次没有公布。季兰顿了顿，万分感慨地看着舞台上101位女孩。出舞台时，我曾对大家说过一句话：半山腰总是挤的，你们要去山顶看看。但事实上，山顶并不是这次比赛的第一名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那座山顶。姑娘们，命运不会亏待正在努力变好的你。你们有能力去更高的地方看看，努力做你最想做的那件事，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，过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。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精彩。他的目光落在黛玉和薛如曼身上，重新打开了手中的指尖。现在，我宣布，国风少女101的总冠军是黛玉。随着这一声落下，无数彩纸礼花坛绽开，各色的亮片如同仙女散花，落在少女们的发丝和衣襟上。季兰亲自为黛玉戴上一盏金色的头冠。薛如曼上前拥抱黛玉，微笑着说：“恭喜，实至名归。”女孩们都簇拥上来，在音乐的旋律下，共同唱起《国风少女101》的主题曲。当初拍主题曲 MV 时，黛玉还是没有一句唱词的小透明，如今却从容地站在 C 位。她的目光看着舞台下方的我，用口型对我说：“上来啊！”我踌躇着飘过去，黛玉挪出最中央的位置，为虚无的我腾出一个空间。那些礼花、掌声、赞美、簇拥，便似乎我也拥有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感受着这从未有过的簇拥，竟突然看到台下大笑着拍红了手的姥姥。原来姥姥特意从村里赶到了现场，只为了给我加油鼓劲。在这一刻，我感到一种残缺的圆满。真好啊！我喜极而泣。真好。节目结束后，排名前12位的女孩按照合约成为了国风宣传大使，在许多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节目和综艺上都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。也有的选手收到了古装影视剧的邀约。季兰就曾帮一位导演向黛玉发出邀请，张安哥导演正在筹备新版《红楼梦》的拍摄，他看过你在节目上的表现，说你就是他心中的林黛玉，真心希望你能出演这个角色。我一听张安哥的名字，立马激动了。林妹妹，那是张安哥哎，国际知名大导，无数女演员挤破头也想演他的戏。你要是做了他的女主角，今后在娱乐圈就不愁资源了。然而黛玉却是摇了摇头，谢谢兰姐姐，但对于未来的路，我有自己的规划。季兰倒也没多劝，微笑着看着黛玉，每一种选择都有意义。黛玉，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女孩，只要你想清楚了，就依着自己的意愿去做吧。季兰走后，我还觉得有些惋惜，但黛玉却像是卸去了沉重的负荷，轻松地笑了笑。她告诉我，她不愿再沉湎于过去的自己。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已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。身在新时代，她想要活出崭新的、无拘束的人生。在国风宣传大使的合约期内，黛玉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、诗书中华、向上吧、诗词等多档诗词类节目，尽数夺魁。凭借在这些节目上的优异表现，黛玉破格获得了北大历史系的保送资格。等国风宣传大使的1年合约期结束，黛玉跟前经纪公司的合约也结束了，她拒绝续约，无缝衔接进入北大，开启了她的大学生涯。黛玉说，这个时代的女子可以跟男子一起进学堂闯事业，这是前世她想象过却无法实现的梦。大4那年，黛玉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北大直博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读博期间，她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，公派留学出国，见识了更广大的世界。毕业后，黛玉留校任教，成为了一名历史学者、大学老师。想到上一世，黛玉曾教乡邻学诗，如今竟是阴差阳错，真的成了一名老师。业余时间，黛玉也会通过综艺节目、自媒体等方式向大家传播国学之美。学生们、同事们、观众们，没有人不喜欢她。聪明灵秀如黛玉，本可以靠着国风少女101的红利，顺利进入娱乐圈，走一条轻松赚钱的道路。可她没有，不是不能，是不愿。她依然是最初的那个少女，只是过而不世故，哭笑随心，喜怒不拘。她或许不够圆滑，棱角分明，却带着晶莹剔透的光，以纯真的面目坦然迎接世俗的种种。这样的黛玉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都是最耀眼、最清澈的存在。她值得一切最好的结局。我立于檐下，看着黛玉被学生环绕时灿烂的笑容。原来红楼一梦未必成空，我们的林妹妹真的走出了那座大观园。番外，黛玉我以魂魄的方式在世间飘荡了10年。
黛玉在北大念书时，我也跟着旁听，但我对历史兴趣不大，作为农村孩子，还是种田比较吸引我。在北大旁听的日子里，我学习了很多科学的种田知识。要是我还活着，靠这些知识肯定能够勤劳致富，让姥姥吃穿不愁。我也时常去看望姥姥。由于我的魂魄不能离黛玉太远，于是黛玉总是陪着我一起去。黛玉对姥姥很好，挣了钱总是给姥姥买这买那，还时常陪着姥姥聊天。乡里乡亲都说姥姥有福气，姥姥也是一脸骄傲的样子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黛玉明明在她身边，她却总是盯着我的照片发呆。在我成为魂魄的第10年，姥姥生了重病。弥留之际，姥姥终于看到了漂浮的我，她朝我伸出手，嘶哑的嗓音喜极而泣：“玉儿，玉儿，我就晓得你没有走，你一直在姥姥身边。原来姥姥一直都知道，黛玉并不是她的玉儿。姥姥，别怕，我陪着你的。”我张开双臂，想要拥住姥姥的魂魄。然而，就在我们魂魄相处的一刹那，我眼前一黑，失去了意识。我原本以为，作为一个魂魄，我是不会晕过去的，但事实是，我不光晕了，醒来以后还有了肉身。我被关在一个密闭的匣子里，只有盖子的缝隙隐隐透着光。做惯了鬼魂，我正准备不动声色地飘出去，却发现手指居然有了触感，一掌拍在匣子上，还会发出巨大的闷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已经投胎转世了？我不管3七21，用力猛拍匣子，只听外面一阵慌乱，还伴随着一个小姑娘焦急的声音：“快开关！”没等多久，我重见天日，这才发现自己刚才居然躺在一具棺材里。而眼前的人个个都是古代装扮，身着素衣。还没等我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就见为首的小姑娘啊的一声哭着抱住了我：“姑娘，太好了，你居然活过来了！紫娟不是在做梦吧？”她声泪俱下，鼻涕眼泪激动的一起流。等等，她刚才自称什么来着？你是紫娟？那小姑娘愣了愣：“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”我倒吸一口凉气。紫娟正是《红楼梦》里黛玉的贴身大丫鬟。我连忙查看自己的衣装，果然是一身古代贵女的服饰。再结合这棺材，这场景，可以猜到，这应当是黛玉死后，紫娟扶着她的灵柩回苏州老家的路上，而我居然穿成了黛玉。看来黛玉的猜测果然没错，她穿到现代不久后，就向我提出一个猜想：太虚幻境说我们会交换机缘。既说是交换，想来你离开这里后，不会立刻投胎转世，而是会穿进我的身体。如今她的预言成真，我不光穿成了黛玉，还是诈了尸的黛玉。那么我的姥姥呢？记得晕倒之前，我的魂魄抱住了姥姥，现在我穿到了古代，姥姥又去了哪里？没等我把眼前的情况捋清楚，又听见不远处传来一声声焦急的呼唤：“玉儿，玉儿！”声音虽然有些陌生，但这个语调，这个称呼，不是我的姥姥还是谁？我立马循着声音奔过去，竟然看见一个外貌与姥姥7、8分相似的中年妇女，只不过比姥姥看起来年轻20多岁。姥姥，我试探着叫。姥姥也上下打量着我。玉儿，我们激动相拥在一起。温热的体温，真实的怀抱，穿越到了这里，我才久违地体会到这种感受。谁说书中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呢？紫娟在一旁都看懵了。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姥姥难道不是老太太吗？她口中的老太太正是指的贾母。紫娟和黛玉情同姐妹，如今又亲眼见到我和姥姥相认，怕是瞒不住。于是我让紫娟先遣散了送葬的队伍，又将我和黛玉在现代的事一一道来。紫娟自然是不信的。姑娘，你大约只是刚醒来，头脑不清醒，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呢？我也不着急，只对她说：“贾府我是不愿再回去了，姑苏是个好地方，我想留在这里。”紫娟，你是想随我留在姑苏，还是去别处？紫娟想也没想就说：“我自然是要跟着姑娘的。”姥姥看看我，又看看紫娟，一头雾水。她还不知道我们来到了书中的世界，把我拉到一边问：“玉儿，他是谁？这里的人怎么都穿着古代衣服？拍电视剧吗？”我便将我和黛玉交换身体的事儿说给姥姥听。姥姥不用担心，林妹妹早就猜到我会穿进她的身体，因此将她的家私都留给了我。林妹妹的父亲有些家底，去世时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，存在了姑苏的钱庄里，应该足够咱们安顿下来。姥姥闻言叹息一声：“那女娃真是个好姑娘，只可惜不是你。”我好奇问姥姥：“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她不是我的？”姥姥回忆道：“国风少女录制完以后，她回家里吃饭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香辣蟹，但是那姑娘却没吃下多少，包蟹的手法也跟你完全不同。”我一怔，原来10年前姥姥就发现了异常。黛玉向来不喜欢吃蟹，虽然后来她为了我勉强吃下不少，但包蟹的手法是装不来的。这10年，姥姥是抱着怎样的心情？一面心有疑虑，又一面自欺欺人。我的心不由顿痛。但幸运的是，我和姥姥终于在这个世界重逢，拥有了彼此最温暖的怀抱。至于紫娟，黛玉与她情同姐妹，我自然也会用心待她。
我带着姥姥和紫娟去了姑苏的钱庄，将黛玉留给我的钱财取了出来。我拿出其中一部分，托人去贾府赎出紫娟的卖身契，还她自由；又拿出一部分，买了一处小宅院，有了安身之所。剩下的钱，在留出日常的开销后，我尽数用在了购置田地和聘用农夫上。在北大学习了8年的科学种田知识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经我的方法种出的田地，收成总是比别的好上许多。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，利润滚着利润，渐渐也成了一方富户。姥姥喜欢田地，虽然农活我都聘了农夫去做，但姥姥还是贪恋双脚踩在田里的踏实感。她这一世的身体年轻了20多岁，身轻如燕，可以尽情做她想做的事。紫娟拿回卖身契，得了自由，却依然没有离开。她成了我的帮手，我给她丰厚的报酬，让她帮我管理田产。渐渐的，紫娟也开始相信，我并不是她的主人林黛玉，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黛玉。但她依然将我当作姐妹。她说，能与黛玉有机缘的人，也必定是值得深交的好人。黛玉原本弱柳扶风的身体，如今被我养得很健康。通过均衡的膳食调配和科学的运动锻炼，久而久之，别人看见我，再也不觉得是弱柳扶风的林妹妹，而是种田大户黛姑娘。这样也好，《红楼梦》里的林妹妹早也随着故事的结束去了另一个世界，而我只是黛玉，不活在任何人的光环之下。曾经我向往五光十色的娱乐圈，以为那才是我梦想，但经历世事才发现，脚下的土地才是我灵魂深处的寄托。我和姥姥、紫娟在这个时代活得风生水起，生龙活虎。相信黛玉在另一个时空也是如此。重要的不是活在何处，而是活出自我。黛玉的出现曾经点亮了我贫瘠暗淡的人生，但如今我活成了自己的光，不等不靠，不慢不知，心之归处，即是无香。